有人说呀，选择了正确的另一半，天天都是情人节；选择了错误的另一半，天天都是清明节。其实啊，这句话是一种不恰当的表达，因为啊，清明节并不是一个晦气的节日。清明节呀，是中华民族古老的节日，也是24节气之一。作为节气呢，清明节有生气旺盛、阴气衰退、万物吐故纳新、大地春和景明之气象。它既是一个扫墓祭祖的肃穆节日，也是人们亲近自然、踏青游玩、享受春天乐趣的欢乐节日。在这样一个阴阳初息的美好时节，我们享受自然的同时，也不忘缅怀祖先，弘扬孝道亲情，唤醒家族记忆，提升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这不比卖花送礼物的情人节香？古代图文真的会有能量影响我们吗？很多人问我，子虚，你们道门弟子经常会画一些古代的图文，并且赋予这些图文能量，这些图文真的有用吗？他们会影响我们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汉语的伟大呢，不仅在于它保存了华夏的文明和历史，还因为它是目前人类唯一留下来的象形文字系统。而象形文字是有能量的。我打个比方吧，比如春节期间，我们家家户户都会贴福字，这个字一定要是汉字的福，要是贴一个汉语拼音的福，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啊。因为福只有发音而没有形。那如果有人反驳你说图文没有能量，那你就问问他，过年时愿不愿意贴个衰字？他肯定不愿意呀。为什么不愿意呀？因为这个字的能量他不喜欢。这些普通的象形文字尚且有如此的力量，更何况我们道门系统性的流传了上千年的古代图文呢？你说是吧？萨瓦迪卡的牌可以请吗？可以请呀，但是自己请的，还是希望你能坚持陪伴，不要再送到我们道馆里来了。因为再这样下去，我们这儿就变成难民收购站了。每年有很多信使都会把自己请来的小牌牌送到馆里来，看着这些小可爱在灵官爷身边瑟瑟发抖，有时也挺于心不忍的。所以大家做什么事情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玄之又玄的这些事上，不然真的是害人害己，你说是吧？你不要过来啊！泡菜国国旗上的是八卦吗？是四卦，为八卦的一部分，并不是完整的八卦。韩国国旗上的四卦分为乾坤离坎，对应的是金土火水四行，五行缺木而不能自通，并且其上的太极图中呢，阴阳鱼的眼睛都没了。这种有眼无珠的状态显示出其盲目和目光短浅。原本呢，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生相包容的寓意也变成了南北对立，水火不容。整体来说呢，韩国国旗虽然添了很多中国易学元素，但由于一知半解，导致不腐不成反类犬。但是还是很真实的反映出了他们的国情和实际状态的，也可见我们的易学文化博大精深，真实不虚，一个字准。你说了不起，人都是韩国人，孙悟空韩国人，这肯定是正确的。怎么呢？孙悟空供方的。有个道士男朋友好吗？道士通常道德感和责任感高，世俗欲低，有智慧，有文化，有奇术，生活健康，有安全感。作为男朋友当然会很好啦。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广大女性朋友，不要总是幻想道俗恋或者所谓的仙凡恋因为那些通过所谓道士身份获取你好感的男性往往是因为自己本身没什么本事，只能借着祖师爷的光环来把妹聊骚。这样的人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尚且不够格，更不用说是道士了。喜欢道家文化希望有个道士男朋友固然是好事，但也一定要擦亮眼睛，辨别真伪最近几年很多人把我命由我不由天当成了座右铭。其实呢，这个观点是道教的重要教义之一，也是道教徒向秘密宣战的口号。因为个人的生命同天地一样，都是由自然之气所化生。人如果凭借智慧，通过造化之理修道守气，就可以与道同在，寿比天长。强调的呢，个人生命能由自我决定，不由天地掌握。这是一种以人生为本，肯定人生价值的积极态度。
但是这句话的前提是我们要通过智慧了解命运的规律和原理，并且呢利用这些规律和原理，否则呀一边贪财好色做个俗人，一边呢叫嚣着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显得十分的中二。毕竟这句话的原文是药逢气馁方成象，道在虚无何自然，一粒灵丹吞入腹，使之我命不由天。你的灵丹入腹了吗？